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摄影频道 Feel Life。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尼康的 FM-MO 这个相机。这个相机其实大家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很多背景知识大家应该知道，我就简单讲一下。这是尼康公司于1982年开始生产，一直到2001年停产的这么一款销售周期非常长的一款相机。它是一款全机械相机，也就是说它不依赖电池，可以全挡快门，所有的快门就都能进行使用。它使用2枚 LR44的电池，用于测光功能。它的测光是使用中央重点测光，这个测光还是比较准的。我用点测光表进行比对过，但是可能说使用上要注意一些。待会我在讲功能的时候来讲一下，如何使用它的那个测光功能。这款相机呢是使用铜铝硅这种简称为硅铝合金的机身材料来打造，所以说它非常坚固耐用，能够在零下40度到零上50度的这个温度区间来进行使用，是一款非常可靠的相机。它当时推出的时候，它的超高的快门速度达到了4000分之1秒，这在当时也是非常罕见的。闪光灯同步速度达到了250分之1秒。早期的这个相机的快门闪光灯同步速度是在200分之1秒，后来就进行了改进，一直到它停产，所有系列的相机都是在250分之1秒的超高速的同步速度。即便现在250分之1秒的闪光灯同步速度，在非静电快门的相机里面也是性能非常超高的。这款相机，我前面我罗列了一些照片，是我用这个相机拍摄的一些照片。我用的不算多，对，拥有了大概几年时间吧。拍的不是很多，但是每次拿它出去拍照的时候还是非常喜欢的。这款相机有非常舒服的握持感，对，一切都感觉非常顺。那你相机嘛，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的，你拿到手里就一定要有那种拍照的冲动，对吧？对，听这个声音非常好。即便拿在手里把玩，作为一个器材抚摸党来说，也是一款非常舒服的相机。这个相机在尼康公司整个机械相机，胶卷相机的序列里面，应该属于半专业相机吧？对，它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地位非常高。尼康的一般最高等级的相机是 F 系列，就从 F2、F3、F4、F5 一直到 F6， 对，单位也就一个数字的相机是属于尼康最高档的相机。我们这里有张表，大家都可以简单的看出来，在尼康的整个相机序列定位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看到 FM-MO 处于这个业余机上面准专业机的下面这一栏里面。对，它上面还有你看 F1、F12啊、F601、F75、F70之类的这些相机。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定位呢？因为你看它推出的时间是在1980年到2000年，那个时代其实大家已经喜欢用电子化相机了。对，因为这个相机你看它其实没有任何的电子功能，除了测光哈，它没有光圈优先，也没有速度优先或者 P 档啊之类的。所以你像 F1那种相机在当时推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更喜欢这种带半自动化的相机。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个年代嘛，就跟现在一样。不要说是别的，就是你比如说这里面的曝光指示，以前是指针式的，从指针式过渡到 LED 式，已经算一个很先进的一个概念，所以大家那个时候都是追求科技化嘛。所以说，其实反过来讲 ，F1这种相机在他们当时的眼里可能会更高档，这些加了电子化功能的相机会更高档一些，所以这也就是这款相机在当时的一个定位。FM-MO 这个相机呢，其实网上有很多人喜欢，也有很多人说它过度神话，但是的确是没有人说它不好的，这肯定是一款好相机，对，但是它也没有就是说大家说的那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相机的各个功能嘛，如何使用，以及怎么装胶卷呐、卸胶卷。好，现在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相机的各项功能吧，以及如何使用它。我找到了整个这个相机的中文说明书，我到时候放在，因为它是都图 PDF 格式的，我把它放在视频的后面，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可以对照的看一下。从顶部开始，左边这个是倒片旋钮，
它这边一拉，顺时针倒偏。它也是一个打开后盖的一个拉杆。打开后盖，你要把这个左边它有一个拨杆往回推一下，顺势一拉，然后后盖就打开了。然后合上的时候呢，你要听到嘎哒一声，对，把合上，把它归位。这是闪光灯的热靴，它有2个触点。这个相机可以支持尼康大部分的闪光灯 SB 系列的闪光灯。这边是快门速度拨盘，对，它有从闭门1秒一直到4000分之1秒。然后这个红的呢，250分之1秒呢是闪光灯同步速度标识。这边 ISO 设定，你把它稍微提一下，就可以设定你想要的 ISO 了。这边就是快门释放按钮，它上面可以接这种老式的快门线，对，这样就可以使用了。对这个快门线呢，因为它这个接口比较浅，所以大家使用的时候要注意，防止它断裂。因为我已经断过一次了，它非常浅，有时候一碰，这边一碰它就断掉了，断在里面就很麻烦拿出来的时候。所以一个呢，大家要买这种这边比较结实一点的快门线；另外一个呢，你使用的时候不用就把它拿下来，防止拿相机的时候把它触碰，容易碰断它。对，我以前买的很便宜的快门线就断掉了，我看到那个很软，那个金属部分，这个头，这个呢是徕卡的快门线。对，我反而我喜欢以前的那种古董设备，质量以前的质量可能会好一点吧。这个呢就上弦拨杆，上卷的。这边的胶卷计时窗、计数窗，对，它可以大概拍摄36张吧。如果你装片装得好的话，可以拍37、38，有的甚至。这个小拨杆呢是它的多重曝光按钮。它什么原理？其实就类似于我们汽车的一个shift， 就一个档位，就是你比如说正常上卷，它这个里面的那个胶片就会移动嘛，然后你拍一张就过一张片，然后你要在同时，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上片，我拍了一张了，我还想再上片的时候，你正常上过去，它不就又移到下一张去了吗？但是我们要在同样的这一张底片进行多重曝光的话，你要把它按住，对，把这个往回拉，再上片，你看它计数器就不会再变了。也就是说，它相当于一个把它的那个联动装置断开，然后就进行多重曝光。这个多重曝光的次数呢是不限的，只要你每次你释放一次快门，你再就是只上弦不过片。这样你可以拍无限次数的多重曝光。以前这个年代，这个多重曝光的次数是有限制的，特别是那些电子相机，我记得好像最多的是10次多重曝光吧。对，但是这种机械相机就是可以无限制的多重曝光。这是顶部，我们看正面，在这边就是它的标牌名牌 FM2， 这边呢就是尼康。有人一说就是这个尼康有的是塑料的。我也看不出来，这个好像是凹版的。然后呢，这边呢是闪光灯的同步线接口，这个呢就是镜头释放按钮，你按下来，顺时针转动，就可以把那个镜头卸下来。尼康的这个装镜头的对的位置啊，挺有意思的。它跟一般的相机不一样，你看很多相机不是我们有一个点位嘛？一个红点嘛，尼康这个胶卷相机是没有的。大家看清楚，它这边镜头上有一个黑点，这个黑点其实是用来进行红外线摄影的时候一个对焦补偿用的。对，因为它红外线摄影可能跟正常摄影有的不太一样，所以说它的焦距要进行一些补偿。但是这个点同时也是，你装镜头的时候一个参考点，跟机身这边一个黑点。跟这边一个黑点大概对齐，对，逆时针转动就上好了。这个跟很多其他相机都不一样。然后呢，这边这个拨杆呢是景深一个按钮，大家可以看到，
小心，我把光圈放的小一点，我把光圈放到最小，大家可以看到，对吧？它是景深预览按钮，这边这个呢就是自拍按钮，对，你把它按下去，它就自动自拍了。就这样，这边是接那个马达的，就自动上片马达的。然后呢，这边是电池舱盖，我现在被这个挡住了。电池舱盖它电池应该是支持2种型号的电池吧，一种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LR44，它要两片，还有一种呢直接一个3伏的电池，那个型号一般不太常见，一般没什么用。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倒片按钮，就是你如果拍完照片了，要把胶卷倒回去，你就按住这边。它这个带固定的，只要按一下它就下去了，然后你就可以这边就可以提起来，顺时针倒片。我们待会再讲怎么装胶卷之类的。对，就是底部。所以你看这整个相机啊，它背面这就是取景窗，它的这个取景窗很简单，不带屈光度调节，也没有插片，所以也就显示了它这个属于业余相机的一个定位。这边呢，是它的机身序列号，从这边你也能大致看出来你这个相机的这个版本。它主要区分为有 N 或者没有 N， 没有 N 呢就是老的 FM2， 有 N 的呢就是后期的，就是所谓的 New FM2。它的主要区别呢，可能老的 FM2 快门帘呢是钛合金的，所谓的钛帘，有 N 的呢就是铝帘。有人说钛帘比较好，有人说这个钛帘相对来说可能可靠性不高。要我说呢，因为钛帘相对确实比较老了，你的相机非常老了，所以它的肯定存在一个老化的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倒是建议大家不要买钛帘的，也就是说不要去买没有 N 的那个相机，最好还是买有 N 的。然后这个序列号，你看它是从84，我这是8453开头的，85开始的相机呢好像是从尼康公司从生产地从日本转到了中国的广东东莞，所以也有人说85之后的相机的质量可能会差一点，这个大家要注意。接下来这个相机的快门，你看到这个相机呢，它的是纵走式的，你看从上往下的。很多呢是从左往右或从右往左的，对，它是铝片的快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一片一片的，这个就是铝的。如果是钛帘呢，很好区别。钛帘，因为我这边没有，我给放张图片。钛帘是上面是有蜂窝状的那种，它应该是凹痕吧，它是为了减重吧，就是把那个整个快门。因为它如果太重的话，就影响精度，也可能也影响成本吧，贵嘛那玩意儿，所以它会打，这可能是尼康发明的吧，它打了这种蜂窝状的那种凹面，一个减重，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减少一点钛材料的使用吧，所以呢很好区别。这边呢这个就是胶卷拍完了，你放胶卷。那个纸的提醒你用了什么胶卷。对，总体来说这个性能非常简单，对，没什么太多功能，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何装胶卷，就把它摁起来，打开后盖，然后呢，一般胶卷上去的时候，这个缺口朝上，对，你不能这么装。这么装，这个受光就是那个感光层是在里面的，这个是感光层，这是胶卷的背面，所以我们一般都把这一面冲所有的相机，不管哪种相机，你装卷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感光乳剂的这一层对着这个镜头方向，然后把这个胶卷放进去，把它按下来。然后你把这个你看这个可以盘的，你把这个齿孔，这个就是塞胶卷那个孔对准比较好塞进去的部位，对，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注意这边这个齿孔要对准，按一下快门。
这样就上好了。对，你就可以把它盖子盖上了。盖上一定要听到嘎哒一声，然后就一直把看到计数器到1的时候，就这边开始1，就可以准备后面的拍摄了。当然，尼康的相机支持，就是说，就像刚才没必要放到1的时候，你盖上盖，转2下，你就可以直接拍了。有些相机是不行的，必须到起始位置是1才能进行按下快门。对，尼康这个相机可能比较好一点，你就弄好了话，你就可以省点胶卷。然后我们拍完，我就不拍了，差不多。你要倒片的话，就这个摁下去，摁下去它就有些相机是要摁住，这个相机你现在只要摁一下就好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倒片了，然后你就听了声音，刚才嘎哒一声，就是它脱离了，你就可以转2下就可以了。你也可以不放心的话，可以多转2下。但是你有时候你就后期你要把胶卷拿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需要影片器。如果你拉得好的呢，就像我这个就完全转进去了。对，如果你弄好的话呢，就不转2下的话，它会留一个片头在这边，就方便你最后自己冲洗的话。如果是你送到冲印店去冲洗，你就直接把它卷进去就可以了。对，这就是如何装线卷，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操作，很简单。然后顺便介绍一下这个镜头 ，FMO 这个机身呢，它支持尼康的全系列的手动头，除了 Auto 头应该都能支持吧 ，AI 以及 RS 都能进行点测光圈联动。以及后期的自动头也可以上，这就是尼康的优势吧，它可以全系列镜头都可以用。然后这个相机的它那个有几个使用的一个地方，特别说一下，我把这个呢，它的一个就是如何测光啊，如何使用这个相机的测光表，我多说几句。我们都知道这个相机都是全开光圈测光的嘛，它一般你用 1.4 的镜头的话，它的 EV 值是敏感度是 1EV， 如果是 2.8 的话是 2EV 开始，就是说你低于 2EV 它就测不到了。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相机的性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需要一支大光圈镜头的原因吧，因为它可以在低照度下进行测光。然后它的测光表呢，我也拍了一个视频，大家看它的这个取景窗其实非常直观的，它上面呢是对应的速度表盘，光圈表盘，左边呢是速度，右边呢是过曝指示。它的过曝指示呢一共有5档，加零减，什么意思呢？加呢，如果它显示红色的加呢，就说明曝光超过过曝1档以上，然后加跟0同时显示呢，就说明曝光大概过曝了1/5，但是不到1档，就是稍过曝了一点点。然后呢，0呢就是曝光正常，0减呢就是曝光不足1/5到1级，减呢就是曝光不足达1级以上。这个大家很好理解。如何使用这个机内测光呢？其实这个相机的测光是标准的，但是它中央重点。对，这边还有一张图，看一下它的说明书上是如何告诉你怎么测光。基本原理就是很简单，就是你要看你拍的重点在哪里。比如说你拍人像比较好理解，你拍人对吧？你就对着人脸测光，然后呢，我们正常一般就对测光，然后再移动构图。对，你要半按住快门。当然这个相机不用，这是电子好看，电子相机可能是要半按快门。这个相机很简单，你就是说你把这个中心这个圈对着你的人你要拍摄的对象，看一下测光它显示多少，然后呢你在这边全部调整好了再重新进行构图。对，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相机
反而快。这就是我不太喜欢用光学位线啊这些做补偿啊这些自动化功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吧。其实包括手动对焦我都会觉得它快，因为你只要在那边，对吧？你不用去考虑这个对焦速度好不好，你放在那边陷阱式对焦或者怎么着，你总是在这边。曝光也是，曝光的话，今天我拍这个场景，我们想象一下，我拍这个人在这个场景里面，他如果一直是背着光的话，我测一下是多少曝光值；他一直是顺着光的话是多少值。那在这个大部分时间里面，1个小时之内的光线不会太变化的，你只要测2次光，你这边固定好了，你就可以随便拍了。但是你如果用 A1 档的话，它每次光线变化你都不知道你要加多少减多少，你要去调整盘，我是觉得特别麻烦。所以有的时候手动反而会比自动更高效，可能就在这边。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这个整体的这个曝光的原理啊，包括曝光的使用，对吧？曝光的原理我之前已经讲过了。曝光表的所有原理就是说，你测的这个数值，把这个圆圈对准这个目标物，测出来的数值是这个曝光数据，是让你把它拍成18%的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你对一个白墙去测光，你按照这个测光表盘速度、快门啊，对这个光圈跟速度都固定好了，拍出来这个墙就是灰的，对吧？但是你要想，我想不想让它灰？你想让它灰，就按照这个它给的这个数值拍。如果你想让它白你就加嘛，对吧？你想让它白就加一点，对吧？我们以前讲的叫所谓的白加黑减，就是这个道理，对吧？把它黑一点，你就降点曝光。同理，你拍人也是一样，你测出来这个人，比如说正在这个阴影里面拍，对吧？那你出来的数据也是它就是灰的，但是这个灰跟阴影里面的那个黑是要亮一点的，所以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要去斟酌，你把这个肤色要拍到多少亮度，这个有时候要根据你的经验的。你比如说这次我用这个数据拍出来这个脸好像不够我想要的那么白，对吧？那下一次你就知道加1档加2档多少。但是我的经验一般都是人脸嘛，你测出来的数据，我们前面用点磁光表测了一下，大概是在7区不到一点，就6.5区大概，那就是几乎就是加1档半的曝光，脸就会变白一点。我们亚洲人的肤色，对，这些经验就是你在平常拍摄当中去留意、去总结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测光表的使用。这边常用的像镜头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个人比较偏好一轴镜头，所以有很多相机，很多品牌的相机我都购买了这个一轴镜头，拍我的一些项目啊比较方便嘛。我这个是奥巴 3.5 的一轴镜头，还有一个呢就是105 2.5 的镜头，这也是尼康的著名的一个镜头了吧？大家都知道 FM2 加这个105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张著名的照片阿富汗女孩，对。这张很多人知道这个镜头或者这个相机都是从这张照片开始的，国家地理的那个摄影师拍摄的。还有一个呢，我比较推荐的是尼康的28 F2，对，这个镜头可能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或者用的人很少，其实这个镜头非常非常之好。它非常不像尼康的，它非常不尼康，应该说，以前俗称98只眼嘛，因为它就好像就是因为光线比较大嘛，你可以在暗光下拍摄。我前面罗列的几张镜头、几张照片，就是手持暗光拍的，都是拿这个镜头拍的，非常好。它其实有点，我感觉它偏徕卡的那种影调吧，就是阴影比较冷、高光暖的那种，那种发色啊，那种特点，所以这个镜头我也比较喜欢的。当然，它的标头也非常好的。我没在手里，我有一个51.4的普通的标头，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这个我很喜欢的50-300的变焦长镜，大倍率的变焦镜头。对，尼康这个镜头现在很多，它有这些 AIS 镜头都非常非常便宜，所以你组成这一套系统，可能就3-4千块钱，你就可以买一堆这个相机那个机身跟镜头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推荐用这个相机。最后说一下这个相机的画质吧。其实进入胶片，大家可能我是觉得有个误区。其实胶片的画质，我觉得最大的来源于2个嘛，一个就是胶片本身，对，胶片本身的感光能力决定了
这个照片的画质。还有一个呢，就是镜头。对，胶片时代的镜头才真是很具有可玩性。对，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你想想这个胶片的感光原理嘛，它完全是镜头收集到的光线在胶片上的一个感光过程，对吧？全是物理反应，纯物理的。对，它没有电子进行修饰，所以说它的成像在镜头上来讲，每家的镜头各有特色。有的偏冷，有的偏暖，对吧？有的偏锐利，有的偏柔和，所以你很难说这个镜头就好，或者那个镜头就不好。其实你就根据你的喜好去购买镜头。总的来说，尼康的镜头比较偏锐利，颜色呢相对来说比较正常，没有太多的特点。你像徕卡镜头比较阴冷嘛，当然它也很锐利。然后像我比较喜欢的施耐德镜头，施耐德镜头就比较的柔和。然后所谓的真水无香嘛，它不添加过多的那种修正在里面，对，所以说我比较偏爱那种比较原汁原味吧，应该这么说，对，所以说胶片时代的画质大部分就依赖这2点，所以你选择机身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很随便，你可以根据价钱，你可以根据外形，对吧？你可以根据这个机身的比如说你就握持感，对吧？这些都可以，这不重要，这都不影响你的那个最终出片的画质。对，你可以随意买，完全根据你这个喜好。但你也反过来你得知道，就是你买一个再贵的机身，对你拍出好照片几乎没有什么太多帮助。对你这个照片的，就是你后面想要追求什么感觉的照片，更多的是在于你采用什么胶卷以及采用什么镜头。对，这就是我想说的。最后呢，我还是要说一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相机的，尼康的 FM2 的。对，没有什么原因。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呢，这块相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出现的时期正好在80年代嘛。那个时候，对我们国家来说，正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切都百废待兴，也是蓬勃发展的那个年代。对于我个人来说呢，也是那个年龄段，正好是我刚刚入摄影门的一个年龄段。对，那个时候可以这么说，每个人都想拥有这样的一台相机，但是却得不到，因为它太贵了。对，所以说在我们这个40-50岁、40多岁的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呢，这个相机一直深深的印在脑海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我同样的感受吧，就是说一直想有它，但是一开始呢是没钱，后面有钱了呢，可能就是因为工作原因啊，或者那个时候已经进入数码大潮了嘛，这些相机已经没人在使用了。我记得我05年的时候买了第一台数码相机，当时就是因为喜欢尼康。其实我以前做胶片摄影的时候，从来没有拥有过尼康相机，但是我买的第一台数码相机是尼康的 D70S， 就是因为当时喜欢尼康的 FM2， 对，所以转而就买了尼康的 D70S 这个数码相机。所以就是说，很多机缘巧合，你就始终无法拥有它。这台相机也是后面隔了很多很多年了。当我重回胶片摄影的时候，想着我总算可以去拥有它了。确实也是非常喜欢，这也是我为什么把这个第一个做器材有关的视频，就拿这个 FM2 来作为对象来讲。我爱尼康，我爱 FM2。好了，这些视频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Doubters, to those who don't believe, this is the hour. You'll see that we'll make ladders out of obstacles and stepping stones from roadblocks. Leap over the lines to say we won't cross. We'll shake hands like they're nothing, they won't see us coming. Scale all of the walls they built to hold us. We may be invisible, but we'll be unmistakable. We may be invisible.
They may be blind to me, just wait and see. Just wait and see. Just wait and see. To all the haters, those filled with jealousy, the naysayers, payers for the fee. But we'll make ladders out of obstacles and stepping stones from roadblocks. Skip over the lines that say we won't cross. We'll shake hands like they're nothing, they won't see us coming. Scale all of the walls they built to hold us. We may be invisible, but we'll be unmistakable. We may be invisible. They may be blind to me, just wait and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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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time I warned y'all, now this time I'm just sending shots. Thought that I was some yes man, I'm about to show y'all that I'm really not. Me and mine was really on the bottom, and we way up at the tippy top. No bull, unless we talking flipping stocks. Don't mess around or you getting got. Can't see through it cause it's tinted out. Yeah, ooh, I'm on the way. Game time, who wanna play? I showed up just to ruin your day. Count my green till I'm blue in the face. I don't wanna talk, please give me my space. About to go ghost till I give me my rave. Blow too fast, can't keep with my pace. I'ma spaz on as soon as Quentin give me that bass.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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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One out of smoke like a chimney. It's my turn like I'm Timmy. I pity y'all boys, think y'all Big Mickey, y'all mini. I'm your favorite writer's writer. I'm on fire, I leave, everybody retire. My team the only people I admire. My empire, only second to Messiah. That's no boast, you don't wanna get too close. I explode with every single line I spoke. Remember when they laughed at me like I'm a joke? Now I control the master lines they quote. Haters talk now, everybody quiet. Though surprised to see that I can go as high as I can go. Told you a long time